这里呢就是唐人街，是不是有点中国的感觉？还有个哥们儿在这儿打太极。Hello， 小伙伴们，我是 Joey。我们今天呢要坐公交车去旧金山。那为什么我们要坐公交车，而不是坐地铁去旧金山呢？我们等会儿告诉你。乘坐公交车去旧金山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跨海大桥上一览旧金山优美的海岸线和后面耸立的高楼大厦。然而，乘坐地铁，你就享受不到这样的眼福了。OK，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旧金山唐人街的入口，后面呢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牌坊，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的这个呢就是入口，这里呢应该是 Grant Street 都板街。大家如果来旧金山的话呢，就从这里进去，这里应该是中国城最正式的入口。这个牌坊呢是1968年好像华人捐赠给他的。我们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其实外国游客比较多，中国人在这儿买东西的挺少的，就有一些什么古董店啊、手工艺品什么的。然后上面的灯笼其实挺像在国内的。这上坡还有点吃力的，因为旧金山的地势不是特别的平。还看这些纪念品店还没有开门，因为今天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这个呢就是旧金山比较有名的，算是叮叮车吧，但是应该就是缆车的一种。继续往前走，如果你看到就是这个街的牌下面有一个中文的话呢，那基本上这里就是华人区。这里呢中文就多起来了。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中文上面写的是什么排球赛。我们呢再给大家介绍一条街，这条街呢叫士德顿街 Stockton Street， 也是华人很多比较繁忙的一条街道。但是呢这一条街上它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这里游客就比较少，你看都是一些这种杂货店啊、水果店啊、卖菜的地方，所以这可能就是很多本地人在这里买东西的一条路。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本地的一些特色，你可能可以来到这条街上看一看。前面好像是一个糕饼店还是什么店，这个店就专门排队，看一下叫啥啊？叫好望角刨饼店。在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后面有一丢丢的旧金山跨海大桥和泛美金字塔的一角。这个中国城是在一个高地，所以它从上往下看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我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旧金山这个中国城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餐厅，也有大家推荐的餐厅，但是很多网红或者 KOL 强力推荐的餐厅不一定好吃。我们有些小伙伴们也在这里踩到雷，所以我只是提一个醒，打一支预防针。然后如果要去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但是你不要觉得它是很火辣的，就是会特别好吃，只是提一个醒，自行决定。前面呢就是旧金山华埠的一个地铁站，这也是刚刚新修成的。如果你搭乘那个湾区捷运，就是地铁，然后你可以在 Powell Street 换乘这个旧金山自己的小地铁来到这个站，然后它会省你很多时间，因为你如果要走路的话就会很累，因为它是上坡的。我们就先在这个站里面看一下，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国特色。你看这个就是剪纸。这个车站的2楼呢是一个露天广场，还有个哥们儿在这儿打太极。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就大致能看到旧金山中国城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街景，就从上往下看街景。这一条呢是Stockton Street， 然后那条呢是华盛顿街。这个呢就给大家从高处看一下这个中国城，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呢就是圣玛丽广场，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接着看。这个广场里边呢就有一个咱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就在这儿。孙中山先生他和旧金山也有不小的渊源，当时他来旧金山和一些华侨策划一些运动啊，在旧金山让大家华侨同心协力去反对清政府，然后拿赞助。当然，我们来唐人街最后要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来这里理发，因为这里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市区里会便宜至少1倍以上。前面这家就是我专门去的理发店，它的价格大概在$10剪一个头发，但是不包括洗头，然后你再给他1到2块钱的小费。拜拜。金发嗨。好，我们现在呢头发也理完了，然后感觉头上少了一点东西，比较舒服。那我们今天中国城的一日游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见，拜拜。